各位大家好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就来开始 SRX 的合体过程。但首先它有一些前置的作业啦。首先这个 R1 呢，你要把它的身体跟手脚都分解开来。R1 的分解过程跟上一次 R-Wing 的分解过程有一点像啦，只不过胯下就是多分离出来的。那右边就是 R1 用得到的零件啦，左边就是用不到的零件，包括盾牌的下缘跟2个连接的零件，它是用不到的。那我们还需要这个合体的补助零件啦。就先把它分解开来。那我们先把 R2 的大炮跟旁边的肩胛都先拔掉。那这个大炮呢，还有这个连接的零件呢，要把它拔掉，就用不到了，丢到旁边去。另外一边也是把这个连接的零件拔掉。这个 R2 呢，我们还是要把它的手脚都拔掉。那这个大腿也是拔掉，接着它的下体也是拔掉。然后它就用不到了，丢到旁边去。接着 R2 左边小腿后面的盖板把它往上翻，那旁边的盖板呢就可以拔掉，放到旁边去。接着呢脚掌就可以把它抽开来，然后就扣到小腿旁边的这个卡槽里。然后这个时候小腿装甲有一小段可以把它抽出来，那它是转里面这个比较小的转轴啦，就可以把它转下90度。接着还要转里面这个比较大的这个转轴啦。但是你要把它转回去的时候会被底下这一块卡到，所以呢这边有一个关节可以把它抽出来之后，就可以把它往回折了，最后再把它缩回去。那右边的小腿呢，旁边的盖板也是把它拔掉，就放到旁边去。接下来后面的板子呢，把它往上翻，接着呢这个脚掌就可以把它抽出来，然后顺势的扣到旁边这个卡槽里啊。接着小腿的装甲把它抽出来一点，就可以折叠下90度。然后这边膝盖有一个关节可以把它抽出来，然后再倒回去90度之后再缩回去。那它要合体的时候还需要一个胸甲的固定的零件，然后左下角的零件就用不到了。R3的话，因为大家都还记忆犹新啊，那我就把用不到的零件都打叉叉就好了。那同时这个背包的零件呢，先把它拔掉。那我们还需要这个合体的补助零件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直接合体的。Equation Variable Formation。
天干不给 Kino Super Robot， 考考你看场。完成 SRX 史给非常的帅气，非常的大只。那它有多高呢？大约是36公分啊。我们把 R 杠拿出来对比一下，就是这个样子。R 杠大约是14公分左右了，所以可以看到呢，这一次的 SRX 合体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霸气。那这个形态上呢，算是接近完全变形合体了，但是还是要用到一些补助的零件，而且还有一些零件用不到啦。但是合体起来呢，还是非常的爽快。不过它的这个胯下的 R 序的部分呢，真的看起来比较危险一点啦，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纤细的肢体。那虽然它有靠一些补助零件做连接啦，不过看起来还是蛮危险的。那还记得 R1 的底座吗？那它底下有4个圆柱，就可以装入这4个连接的零件。那它就是为了要连接这个 R2 强化型的底座，另外一边就是接 R 序强化型的底座，那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木镜。那这个刚好就是 SRX 的眼睛啦，还算蛮有创意的啦。最后拿出一个透明的支架，就可以装到这个洞上面。那它是卡到 SRX 背后有2个洞了，就把它卡进去就可以了，就当做是一个展示品了。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用 R 序下去合体的话，这个胯下它是没有可动的关节的。那所以万代呢就另外准备了一个可动关节比较好的胯部的部分，而且也会比较坚固啦。那你把本来的 R 序拆掉之后，就可以装上这个新的胯部的零件了。另外一只脚也是把它嘟进去就可以了。那这个 R 序后面的翅膀的关节呢，就把它归位。归位之后呢，这2个卡准再把它往前折，最后就插回去屁股后面这2个洞。然后要插回去前体的时候呢，旁边2个侧旋甲就是打开来一点，然后前方这2个小型的尖角呢，再记得把它转到里面一点点，然后就很直接的把它凸对凹就好了。那这个样子就是 SRX 的可动度大解放的一个状态了。当然它的胯下的部分呢，形状上也会比较好看一点了。但是我觉得旁边这个方块它打得太斜了，所以看起来有一点奇怪的。那我们看一下 SRX 的头，其实 SRX 的头不能说非常的帅气啦，但是还蛮有特色的一个大型的墨镜，配上这个类似钢弹的头饰呢，看起来有点像是一台电视机啦。不过这颗头算是耐看啦，看久了也是习惯了。如果它是用那种勇者风格的头，那应该就不会那么的经典了。那这个墨镜里面呢，你可以隐约的看到 R1 的头就是在里面啦，算是蛮热血的一个合体啦。那墨镜里面其实也有2个眼睛啦，不过镜头太远就看不出来了，它也可以换成全黑的墨镜啦。头就是直接用 R1 的球冠啦，所以可以左右的旋转。那脖子也是跟着连在一起的，那前后的摆动。那左右的摇摆，胸口的造型还是蛮帅气的，这边的分色蛮漂亮的。但是它的胸口这个连接的零件呢，它没有办法固定到位了，所以它的胸口其实会换来换去，算是稍微有点痛苦。那因为合体结构的关系，所以胸口它是可以打开来的，但是它就是没有那个隐藏那个利欧键的功能啊，算是有点可惜的。腰部就是 R2 的背包了，那胯下就是 R3 了，这边的零件稍微有一点复杂了。那这么巨大的肢体当然也是有腰转的功能的。那它的胸部还有一个往前折叠的关节，这个是里面内骨架的零件啊。那 R 序的肩胛可以往前或者是往后的转动，那同时呢，它也可以这个样子翻上来，侧旋甲也是可以翻动的。那腿部呢，侧抬可以达到水平的程度，相当的厉害。那也不太会垂下来啦，也有水平的旋转，转动的幅度非常的多。大腿前抬可以先转里面这个关节啦，那平常抬的话就是大约90度左右了，或者你也可以转前面这个转轴啦，那它弯曲的角度呢就变得更大了，就可以抬到这么高的程度了，非常的厉害。而且这个关节做的比较粗啦，应该是比较坚固的。看一下膝盖弯曲，大约就是90度左右了，算是够用了。那这一块标志就是贴纸了。那其实脚部的造型我是比较喜欢的，而且配色也非常的漂亮，整个造型是蛮帅的啦。那底下也有这个脚刀的设置，前方的脚刀可以左右的旋转，
那它的脚掌也有接地的功能，而且它脚掌也可以合并起来，这个是变形的关系啦。前方的脚趾头可以再折叠一段，脚掌也有往前往后转动的关节，也可以水平的旋转。那手臂360度的旋转，那绕过一下翅膀。那其实你也可以转 R2 脚掌的关节啦。R2 脚掌的接地关节就变成了肩膀往前折叠的关节了。手臂侧台可以转 R2 这个脚掌的关节了。那同时呢，二头肌也可以再折叠一段，所以弯曲的幅度算是够用了。二头肌旋转，手肘弯曲呢，双重关节。那我觉得最酷的是这个手指头炮啦，它变成大炮的时候是这个样子，折下来。那变成姿势的呢，反而就是打开来，再把拇指折一下，算是蛮有创意的。那它是球形的关节做连接啦，可以旋转。然后它里面这个关节呢，它是两段式的这个连接的关节啦，只是你在转动的时候很容易把这个球关拔掉，而且它里面这个关节呢，算是有一点紧，所以值得润滑一下。那它默认的手型就直接是这个高性能手指粒子炮了。还有一对握武式的手型，而且它直接做成单脚关节了，可能是为了稳定性吧。那背后可以看到R1的手啊、脚啊都是在这个地方啊。不过这个枪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卡扣了，所以它会换来换去。那这个就是它的武士利欧剑，看起来非常的帅气，非常的大把。那它有多大把呢？就是45公分左右啦，而且我的镜头已经塞不下去了，所以这个剑的长度呢真的很长。那它的剑刃的部分就是有金属绿的涂装，而且你不要看它形状上好像很简单，它其实里面都有用一些骨架把它结合起来，所以它的剑刃是非常的稳固的，包括它的握把也是非常的稳固。而且它底下其实是 R1 盾牌的前端啦，但是它这边就是另外一个零件了，可能也是为了稳定性吧。那稍微对比一下，本来的盾牌要变成这个剑的握把，好像也是有一点困难了。那你要握持这个利欧剑比较麻烦一点，首先你要把它的手指头都先拔掉，那包括大拇指也是，然后你再卡入手掌里面的这个卡准里了，接着再把手指头再卡回去就完成了。利欧剑开始，掌血一切 SRX， 哇，超必杀！天上的天下，念动爆血剑，念动爆血。那这个利欧剑它还有一个专门展示的支架啦，就可以把剑架在上面，看起来就更加的完整了。或者是上面这个透明的夹子把它拔掉，就可以装到这个透明的支架上面。那到时候我们摆动作的时候就可以支撑一下这把剑。那今天这个 SMP SRX 就介绍到这边哦。那这个样子一路玩下来呢，算是非常的过瘾啦。虽然过程是蛮繁琐的，不过确实有一种建构巨大机器人的感觉啦。合体后的表现也是还不错啦，虽然有一些零件用不到，而且也有一些补助的零件，但是合体的过程还算是爽快，非常的好玩。而且它还有一个可动度比较好的胯下的零件，就可以放心的把玩了。那这个系列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价格太贵吧，不然它把玩起来是没什么问题啦，至少真的是花了钱然后有爽到啦。但是各位如果不值的话，也许可以等看看超合金魂啊。那 HG 版本呢，我是觉得它应该会出一只不可变形的版本吧，然后也会做的比较小只一点。以目前这个 SMP 的10玩组装模型来说，我认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啦。当然，先直列版本呢，我也认为那一只应该也是做的不错啦。反正有出就是好啦。那接下来的配件包呢，可能就晚一点拍了，因为还有很多的玩具要拍摄啦。这边就先各位说声不好意思。那今天就介绍到这边哦，谢谢各位收看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。